67岁大爷起夜喝水，脑中风去世。医生，2个错误，很多老人都在犯。小刘迷迷糊糊之间听见客厅传来咚的一声，随之是一阵玻璃杯破碎的声音。小刘担心出事，披着衣服到客厅一看，发现自己的父亲倒地不省人事。将刘大爷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爷晚间口渴难忍，到客厅饮水后突发脑中风，这才昏迷。而医生直言，这一切都是由一杯水引起的。在医学上，脑中风被称为脑卒，是一种很严重的急性脑血管类疾病，主要是因为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血管严重堵塞，导致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在临床表现上看，缺血性的脑中风占比较高。该病症呈现出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死率高等多种特点，是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近些年来，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大等原因，该疾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每年都有几百万青年人患有脑中风，因此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1. 夜间少喝这几种水，远离脑中风。晚间到底该不该喝水？怎么喝水才更加健康呢？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一旦喝错水或者喝水时间不对，很容易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下面的这几种水，越少喝越好。90%的人都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认为每天至少一杯茶叶或者咖啡，能够抗氧化、抗衰老，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不建议大家晚上大量的喝咖啡和茶叶，因为这2种水当中都含有足量的咖啡因，这种物质容易刺激中枢神经，使得大脑神经长时间处于活跃的状态。睡前饮用容易影响到睡眠质量。晚上是身体各个器官进行休养生息的时间，血流速度降低，器官运行速度变缓，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温度太高的开水。温度太高的热水容易刺激食管黏膜，造成严重的黏膜损伤，从而大大增加胃部疾病的风险。甚至经常喝温度高的开水会导致胃部一直处于炎症状态，大大增加了胃癌的风险。有不少爱喝酒的人，甚至将酒水当作饮用水来喝，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一是因为啤酒和白酒当中的酒精很容易麻木神经，导致大脑反应迟钝、手脚麻木等问题。2是因为饮酒的时候会影响到人体的吞咽功能，甚至会刺激的胃部食物倒流，进而堵塞气管，出现呼吸困难，严重的话会引起休克。生活还有2个错误，老年人们也需要注意，因为多数人还在犯。2个错误。1. 夜间大量饮水容易引发脑中风。很多老年人都有晚间起夜喝水的习惯，甚至还有很多人为了方便和解渴，直接一口气饮下大量的冷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甚至有的时候会引发脑中风。一方面，晚间大量饮用冷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胃痛、腹泻等问题。另外一方面，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冷水，容易刺激到血管，导致血液的容量骤然上升，进而引起血压的起伏。在夜间的时候，随着身体逐渐进入休息状态，血液的流动速度也会逐渐变慢，突然之间遭受到冷水的刺激和压迫，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等问题，进而引起脑中风。因此，如果半夜起来喝水，尽量以温水为主，降低对血管的刺激，同时也应该小口的饮用。骤然大量饮水很容易引发各种问题。2. 频繁起夜容易造成影响睡眠和血管健康。频繁起夜会导致睡眠质量直线下降，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因为不管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质量差，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血压问题。一旦血压骤然升高，在无形当中就会大大的增加脑中风的风险。因此，中老年人群应该养成较好的晚间习惯，尽量睡前喝1小杯温水即可，不要大量的饮用水，进而减少尿频、尿急等问题，降低起夜的次数，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入深度睡眠，保养好血管健康。3. 做好这几点，警惕脑中风。脑中风的成因非常的复杂，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做才能够预防脑中风，保持血管健康呢？脑中风有哪些显著表现？
早春季节气候乍暖还凉，是脑中风、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死亡率也不断上升。那么脑中风有哪些预兆呢？如果你突然间感觉头晕目眩、抬脚费劲、站立不稳，甚至摔倒在地，虽然持续时间不久，但也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这很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应该慢慢的起身，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如果没有办法起身，建议直接呼叫救护车。如果你的手臂或者手指有一侧时不时的麻木，没有任何知觉，也有脑中风的风险。这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导致了肢体麻木。如果剧烈运动，还会有血管破裂的风险。还有流鼻血，平常流鼻血多数人会以为是上火的原因，但如果经常性流鼻血，可一定要引起重视。这是因为血压超过正常水平，硬化的鼻腔血管无法承受压力导致的破裂流血。更有大量的临床病例证明，高血压患者如果反复流鼻血后半年之内，超过50%的人出现脑中风，浑身疲惫，容易发困，身体疲惫感明显，手掌的握力下降，甚至白天打哈欠、昏睡等情况，看起来不起眼，但也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因此，如果家里的老人经常白天睡觉、浑身乏力等等，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避免突发脑中风。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脑中风？脑中风虽然具有突发性的特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保持良好的习惯，时刻预防脑中风。一、坚持锻炼，练习踮脚跟。想要预防脑中风，还应该从日常锻炼做起。这里的锻炼并不是指那种剧烈的跑步运动，而是踮脚跟。随便找一处空地，身体保持垂直立伸的状态，脚掌并拢在一起，双手自然的垂在两侧，缓慢的将脚尖慢慢的踮起，利用脚趾抓牢地面，然后尝试将重心从脚尖落到前脚掌，最后缓慢的落地。在踮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放松身体，然后使得踮脚的力量从小腿回传到上半身。岁数比较大且四肢不是很灵活的老年群体，也可以借助墙壁和凳子等作为扶手，帮助身体保持平衡的状态，缓慢的进行踮脚运动。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记得慢慢的踮脚，争取动作做到位即可。一方面动作不标准会使得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快速且高频率的踮脚运动容易加剧血糖的消耗，进而引发头晕、血压升高等情况。因此更加建议大家缓慢的踮脚，保持一个平稳的速度，即可以更好的调整呼吸，又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此外，当身体逐渐适应踮脚的时候，可以进行进阶训练，慢慢的踮脚走路，可以更好的加速血液循环，疏通血管，使得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二、控制血糖和血压。相关调查和研究表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疾病的患者突发脑中风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普通人，因此建议这类患者日常生活当中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水平，至少1个月检测一次，一旦高于正常值，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按照医生的叮嘱进行治疗。三、减少脂肪摄入量。脑中风与血管破裂、血管堵塞息息相关，因此想要预防脑中风，更应该从日常饮食入手，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少吃大鱼大肉以及一些动物内脏，多食用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鱼类、豆制品等等。这是因为含有高蛋白的食物可以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量的氨基酸，帮助身体降低血脂和胆固醇，进而清理血管垃圾，维护血管健康。养成晨起喝一杯温水的习惯，清晨喝一杯温水能够加速新陈代谢，将春天一晚上的垃圾排出体外。同时适量的补水也可以稀释血管的粘稠度，降低脑中风的风险。四、保持良好的情绪。保持心情愉悦是治疗一切疾病的良药，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人，更应该保持愉悦的心情，避免短时间内剧烈的情绪波动。可以尝试听听轻音乐，或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同时也应该远离噪音嘈杂的环境，安静温馨的环境更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总结，脑中风是目前我国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之一，多发生于60-70岁中老年群体中。由于突发性、危急性等特点，发生的中风的患者很难得到及时的抢救。
所以我们更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从饮食运动做起，趁早预防脑中风。